司陈伟霆心剧真是越来越颠了，前一秒还互掉马甲吵着要离婚的小两口，后一秒就身着可爱芭比粉秀起了恩爱。许我耀眼真是主打满足观众需求，之前是爽剧，现在是颠剧。哎，宝宝，我们的身份证呢？身份证不是一直都是你在保管，我只负责开心就好了。都怪我丢三落四，如果今天办不了入住，我们只能露营了。那我们就可以住帐篷，看星星看月亮，还可以吃小烧烤。是的，你没有看错，赵露思陈伟霆这一集不光和好了，还让两人给演爽了。按照霸总惯例，沈浩明虐妻一时爽，追妻火葬场，想要我低头绝对不可能，但又想挽回，那该怎么办？当然就是找客观理由，就比如公司遇到了危机，为了拿下合作伙伴需要假扮恩爱夫妻这种鬼都不信的理由。巴莱金先生是一个非常重视家庭的男人，他认为一个能够经营好家庭、爱护和照顾好妻子的男人，才是一个有智慧、重承诺、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为了拿下重要合作方，沈浩明想找许妍假扮夫妻，于是便给对方打去电话，可却只得到许妍的3个字回复：没空。没空。许妍虽然嘴巴上拒绝了对方，但他知道沈浩明这人有多要面子，既然现在肯主动打电话来找自己，那就说明很有可能是真遇到了困难。虽然他无情，但自己不能无义，曾经也是自己的家。许妍感觉到既陌生又熟悉，正在感叹过往时，却发现沈浩明这个衰人居然将跟他的婚纱照都给换了，这让许妍心里升起了一股无名火。但沈浩明还翘起了二郎腿，一副作死的表情说道：知道你创业有资金困难，就当做给你一个融资的机会。看到他还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死样子，许妍不再像以前那样对他唯命是从，而是奋起反击，让他好好说话。是你遇到的困难比较大吧？要找我帮忙，就不要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谈生意要有诚意的。听到他的话，沈浩明紧急撤回了一个二郎腿，然后像个做错事的孩子一样正襟危坐，说出了请他来的目的，表示需要他来跟自己假扮夫妻，不对，是做回夫妻，来博得合作伙伴的好感。沈浩明正愁没有理由来跟许妍恢复关系，现在找到了一个不失面子就能跟对方亲近的借口，真是开心到起飞。于是便让许妍尽量提出自己的条件，毕竟这笔生意能让自己赚到5个亿。100万。100万？相比之下，我带给你的收益会更大。沈浩明还以为他会找自己要个10亿8亿的，没想到居然只要了100万。他知道许妍创业做服装很烧钱，这100万用不了多少天就会烧光，于是主动追加到1000万。可许妍根本不想占他的便宜，只拿自己应得的报酬就好。换句话说，就是不想在经济上跟他沈浩明有丝毫不相干的关系。沈浩明也没办法，只能答应下来。于是许我耀眼的剧情走向开始变得颠爽了起来。虽然编剧很坏，不过我很喜欢。梦幻芭比粉情侣套餐，不知各位是否满意？不过我不喜欢芭比，我更喜欢 Twilight 暮光之城的爱情。得知合作伙伴妻子喜欢暮光之城，两人立刻变换妆造，再次假装偶遇，一路跟随至两人居住的房间门口，摸清了房间号才肯离开。不过这跟踪也是真的很鬼畜。请问二位住在哪个房间？这是几楼啊？这是2楼啊。我们3楼。知道了对方的具体房间门号，两人立刻开始实施下一步计划。随后知名女主播跟3立建材王总的妆造正式登场，这一次他们没有弄错，将房间开到了隔壁。他们下一步究竟打算怎么做？我们有房间。2楼。祝二位住店愉快。谢谢。我耀眼最新一集真的要把人给笑疯了，能让霸总陈伟霆露出如此表情的恐怕就只有赵露思了。找找自身的原因，是不是因为你本来就老气横秋，眼光又跟不上时代啊？你这个大油头，万年不变。那西服、半永久3件套，怎么了？你是床上用品吗？还有眼镜啊？你近视吗？你每天戴着干什么？装什么老前锋？老前锋顶奢王者被人说成床上3件套，偏偏官方吐槽还没地方说理，你就说换谁谁不起？还搞什么家宴？你做出来的食物没有一件是好吃的，很难吃，我硬吃下去而已，好吗？3天后8号上午10点民政局办离婚。万众期待的许我离婚日终于要来了，可就算如此，还是有人不消停。方磊带着于兰等阔太集体想去看许妍直播带货出丑，看到沈家儿媳在集市卖货，阔太们一个个的都开始阴阳起了大姐大于兰。你再怎么说也是沈家的儿媳妇，卖大米鸡蛋，这么自降身价，只会叫人瞧不起。听到阔太们在一旁煽风点火，方磊心里更加开心了。这下许妍应该再也没有机会回到沈家了。可于兰是什么段位的女人，怎么会不清楚方磊带她来的目的？你今天是故意让我来看戏的。方磊小看了于兰的阅历，也小看了许妍的人品。他没想到的是，在许妍嫁入沈家的这些日子，于兰对这个儿媳妇那是相当满意，甚至已经把她给当成了女儿看待。于是史上最强霸气货儿媳名场面就此诞生了。而许妍在直播时也看到了这边的于兰等人，
于兰不自觉的在即是为了生活费力叫卖的许言，于兰心里没有嫌弃，只有心疼。面对阔太们的讽刺，她马上就给予最强烈的回击。谁瞧不起谁啊？孟总啊，你跟你老公开建材厂那会儿也睡过仓库吧？马总呢？你们家是做水泥厂起家的，那时候约你，每次见你从头到脚都是水泥，一拍一股子灰，忘了？你别看我，我知道，我跟我老公以前卖卤肉的。倒退20年，我们大家都是普通人，我也不过只是一个包工头的老婆，人手不够的时候也要给大家煮大锅饭吃，丢人吗？面对于兰的霸气护犊以及轮流揭短，阔太们那是大气都不敢出一下，谁让自家的底细别人一清二楚，而方磊这种小绿茶手段在他面前简直就是个笑话。小刘，先不走，待会儿。好的。于兰心疼许言，直到所有人都走后，她依旧在不远处观看，就像看着自己的女儿，既心疼又骄傲。随后还让司机去将许言直播带货的米面买了一大堆。许言看到是婆婆的司机，心里感动的有些不是滋味。而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刚刚还自嘲是暴发户的阔太，居然自发的回到现场，将所有的货物一扫而空。这些所有东西都给我来100份，一会儿把地址发给你。好嘞，后台在生长所有的。小许，你一个人出来创业，我们都支持你，加油！此刻面对大家对自己的关心和爱护，许言的心里就如同冬日的暖阳一般温暖。看着不远处坐在车里的婆婆，许言更是露出了一切都已释怀的微笑。只要她不怪自己就好。太牛了！也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这么一帮人，把咱仓库都找空了，快！搞过这么多场促销，还是第一次见这么大阵仗，真是开了眼。面对同事们左一句右一句的啧啧称奇，许言只是淡定的在一旁收着东西。而这时从母亲于兰那里得知了许言消息的沈浩明也从工地赶了过来，看着依然老前锋的模样，应该来之前精心的打扮了一番。看着许言这么晚了还在外面搬东西，沈浩明心里更加不是滋味。可想让他就这么认输跪搓衣板，那是万万不可能。大不了用钱来解决就好。以后每个月我会固定把钱打在这张卡里，这个给你。我不需要。夫妻一场，这是最基本的保障，你值得。司新剧里的陈伟霆在虐妻一时爽之后，终于要开始倒霉了。不光被父亲下放工地当起了包工头，就连恋爱脑方磊也受人挑唆，开始准备疯狂报复。如果有机会搞垮他，你感兴趣吗？一向忠心耿耿的韩卫平为什么选择背叛不得而知。同时直播带货刚有好转的许言又被老板当场背刺，得知他是豪门弃妇之后，老板要求他建立此类人设博取观众眼球，可却遭到了许言的拒绝。老板虽然表面上没说什么，但是却在许言的工资上做手脚。一共2万，谢谢乔总。但是负责给你热场的助理、产品上下架的 IT 技术、销售、客服以及选品等等，都得从那里边扣。面对黑心老板的多次故意刁难以及无理要求，许言不再选择忍气吞声。工资明细，麻烦发我邮箱，我不干了。老板没想到他会像赵露思硬刚整个银河一样这么刚，也不知道自己已经失去了一棵摇钱树，白白浪费了这么好的热点。随后在姐姐乔琳的介绍下，许言认识了专门制作少数民族服饰的设计师瑶瑶。看到她设计的服装十分特别以及出众，最终几人一拍即合，决定开始创业。由许言投资第一笔启动资金，注册名字为严一方的服装设计公司，许言正式开启了自己的创业生涯。我真的不是一时冲动，我现在就是想问，你们对自己的专业有信心吗？当然了，那就一起创业，为了更好的生活。干杯！另一边，眼见沈浩明即将查清工地的账目，经理为了敲山震虎，让他主动放弃，找来了当时投资该项目的第三方注资人王德福。此人不仅是当地最大的流氓，更是人狠话不多。沈浩明此次又该如何应对？吴成明是私人借款，你要讨债可以，但是讨债的对象不是建大。王德福知道他说的没错，可吴成明公司已经破产倒闭，人也跑路到了国外，几百万的真金白银不可能就这么打了水漂，于是便给了沈浩明1天的时间还钱，不然就带人每天都来工地闹事，许我耀眼续集，重生之许我狂飙即将开播。今儿我给你个面子，我们先走，走。经理原本以为找来王德福这个黑社会吓一吓沈浩明这个公子哥就能让他知难而退，但没想到沈浩明只花了3天的时间就彻底的解决了王德福这个大麻烦。该说不说，沈浩明一旦老前锋起来了，真的很陈伟霆。西装领带皮鞋床上3件套一穿，单枪匹马就来到了王德福大本营，准备跟对方谈判。王德福还以为他是来还钱的，刚想夸他识相懂事交个朋友，但没想到沈浩明的做法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之外。想让你再投钱，你要疯吧？你欠我的钱。王德福抡起酒瓶起身就要给他开瓢，没想到好命哥再次的不按常理出起了牌。今天夜色不错，我们散散步。
哎，你怎么不跟我说咱俩谈个恋爱呢？这大城市人啊，口味重。王德福眼见沈浩明不像开玩笑，便答应跟他一起散步。为了安全起见，让几十个小弟围着自己跟车，谅他也翻不出几斤浪花来。可走着走着，王德福越来越感觉不对劲，因为沈浩明一直在往自己老母亲家的位置走去。王阿姨，小傻，他是不是又惹什么祸了？你告诉我，你看我打死他！王德福平时最怕的就是这个妈，没想到沈浩明已经提前摸清了自己底细。沈浩明眼见已经夺得先机，便开始给王德福洗脑，让他继续投钱进开发项目，并且承诺将所有开发工程的植被栽种都承包给他的绿化公司。这样不光能赚钱，还成了改建村子的大英雄。用他妈的话来说，就是光宗耀祖。王德福被沈浩明的话给洗脑的不要不要的，已经开始幻想自己的头像金身矗立在村口的庙里受万人膜拜，当即站起身来跟他亲热的握起了手。今晚的夜色不错，真不错，还拉了个手。沈浩明知道这一切都是经理搞的鬼，之前之所以没有动他，就是在收集罪证，如今证据确凿，是到了清理门户的时候。我可以给你个机会啊，我要知道金达集团里你背后的保护伞是谁。赵露思第一次直播带货，陈伟霆就疯狂在线刷单争做榜1大哥。许我要演最新一集，简直不要太搞笑。许岩直播带货被沈浩明的秘书给发现，当即立刻就打小报告到了霸总这里。听到老婆豪门阔太不做，居然去干直播，还在工地搬砖的沈浩明立刻化身一诺千金莅临直播间观看。喜欢吃鸡爪的宝贝，一定要记得下单，非常最好吃。温暖的港湾下20单感谢支持。谢谢温暖的港湾，谢谢你，谢谢。看到区区几百块就能让许岩低下高傲的头颅说谢谢，沈浩明想都没想就充值了几万，然后一次下了50单。一诺千金下了50单，感谢支持50单。很爱吃鸡爪对不对？谢谢一诺千金，谢谢你。听到老婆对自己说谢谢，沈浩明露出了开心的姨母笑，可还没高兴多久，竞争对手就出现了。温暖的港湾下了70单。感谢支持70单。谢谢你喜欢我，谢谢温暖的港湾。沈浩明看到有人居然抢了自己的榜1大哥，不服气的又下了100单，可对方立刻又超过了他。就在沈浩明沉迷于争榜1大哥的位子，准备疯狂刷单时，后面的工人出声及时阻止了他。哎，小陈总，您过来一下。幼稚。榜1大哥温暖的港湾疯狂刷单，只求能在线下见一见许岩。你得宠粉固粉，人家那个温暖的港湾在你直播间下的那些单，那加起来都够开一家小型超市的了。人家就想线下见你一面，跟你喝一杯咖啡。老板苦口婆心的劝说，让许岩十分的为难跟苦闷，可周围也没有人能安慰他，他只能独自一人消化掉这些情绪，要求来跟温暖的港湾线下见面。原本找遍了咖啡厅，以为是坐在外面的这个，可对方却直接摇头拒绝。那到底会是谁？嫂子，许岩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的榜1榜2大哥居然会是沈家的这对父子。而沈浩辰自从许岩离开了沈家，就一直想让他回去，于是将自己的现金压岁钱都拿给了保姆小慧阿姨，让她帮自己给许岩下单。知道这件事情后，许岩严肃教育了沈浩辰，并将钱全都退给了小慧阿姨。要是他知道自己这一整年的业绩都是被这父子俩完成的，真难以想象婆婆于兰回到家里看到满屋的鸡爪后作何感想。我真的会谢。你买了这么多东西，我看收货地址也不是家里，放哪儿去了？哦，我哥常年捐助一家福利院，我把东西都捐到那儿去了。你还怪聪明的，不是说你做对了？哦。沈浩辰掏出自己的小天才 Z200，将偷拍沈浩明的照片放给许岩看，还说自从他走后，对方就一直这个死样子坐在书房里发呆。沈浩辰求着许岩回去，但他又怎么可能将真相告诉给这个小孩子？于是便笑着说，他要是想自己的话，随时都可以打电话给他，想去哪里玩都可以，想去哪儿都可以啊，想去哪儿啊？哎呀，我都这么说。随后许岩直播的事情被情敌方磊给发现了，他雇佣了大批的水军在网上对许岩发起了人身攻击。应该是豪门欺负吧？唱首歌拍20单，边唱边跳30单。看着直播间越来越多的人起哄，许岩呆愣片刻，还是恢复了微笑，继续直播。可老板得知后大发雷霆，还将许岩安排到了户外直播。可即便是这样，方磊这个女人依旧没有打算放过他。有一个特别好的活动，我想邀请各位阿姨赏光出席。方磊将于兰以及一众阔太带到了许岩直播的现场，就是想让所有跟沈家有关的人都知道许岩现在到底落魄到了什么地步。而为了维护沈家的门面，于兰对于这个让自己出丑的假媳妇又会怎么做？你今天是故意让我来看戏的？有多狼狈？想见许岩却又放不下脸面，只能借着商讨离婚协议上门追妻。可刚坐下来，话还没说2句，就发现房间里面居然有第2个男人。高中同学于一鸣，沈浩明。老公。看到于一鸣衣冠不整的从卧室出来，沈浩明的危机感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不光主动介绍自己的身份，还阴阳对方让他赶紧离开，随后更是霸气的命令许岩未经他的同意不能擅自公开2人离婚的消息。我也提醒你，
明天就是8号，民政局见。好，我也提醒你，把这个抢。离婚冷静期果然是个好东西。沈浩明的好命丈夫体验卡延期31天才到期，看着两人都暗自松了一口气的模样，你们确定这婚在31天后能成功的离下去吗？下一段，两人神同步的动作正式揭开了这场为期1个月的追妻大作战。可因为许岩这个旺夫妻子的离开，沈浩明进入金达集团董事局的计划再次失利，而最为关键的一票居然还是亲爹投的反对票。至于原因，那就是他要跟许岩离婚。我反对，你给我们选择了一个骗子，他的家庭条件、学历、生活背景，所有的一切你清清楚楚，但是你是选择了隐瞒，选择了欺骗，我不能容忍你这一点，知道吗？沈劲松一怒之下将沈浩明安排到了成安县去调查子公司工程延期的事情，而许岩在连续投了10几份简历后依旧没有找到适合的工作，之后只能来到带货直播间，凭借当过新闻女主持的经历干起了直播带货。可曾经电视台的当家财经主持人，带起货来还是一股正儿八经的模样。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618舒适家纺直播间。石小姐，你这是播新闻呢还是带货呢？你这么播不行啊！你要想留住人，你说话得有力度。带货达人表示，像他这样一本正经的带货，估计一单都卖不出去。考虑到他第一次干直播，可以亲自现场教学一番。海波，突破底价，突破底价，忘掉播音腔，忘掉播音腔，你打开新世界，打开新世界。哎，对，保持住个激情啊！来，走你的词儿，走你的词儿来。不要599，不要499，不要299。经历互掉马甲事件后，许岩跟沈浩明似乎都有了各自的新生活。一个被流放工地长期跟工人同吃同住，一个即便深夜还在努力学习直播带货话术，看似都开启了新的生活。但有过的感情岂是这么轻易就能忘记？而最先忍不住的还是虐妻一时爽的沈浩明。原本想偷看一下许岩朋友圈最近在做什么，点开头像才发现自己已经被拉黑了。沈浩明顿时感觉天都塌了。随着许岩直播的次数变多，他在现场也越发的得心应手，可怎么看都有一种让人心疼的感觉。不知道沈浩明知道后心里会不会感到有一丝的后悔跟内疚。许岩拼了命的想要摆脱从前的过去，可在如今信息如此发达的年代，直播带货这种节目肯定会被熟人给刷到。就比如趁着沈浩明下放工地时偷懒看手机的秘书，以及成天混吃等死差点被许岩夫妻俩给玩疯掉的方磊。一个看到后赶紧通知了沈浩明，一个却在心里不知道又憋了什么坏主意。她是著名的捞女，一心嫁豪门，这是被豪门轰出来了。有意思，表演个豪门怨妇呗？不用演，都下场卖垃圾袋了，已经是了。应该是豪门弃妇吧？哎，唱首歌拍20单，边唱边跳30单，把自己套进去立刻拍40单。啊，怎么不说话啊？绑卡了。走啊！说话。之前，你就是第三者。赵露思新剧里的许岩真是将平静的风感演绎到了极致。当看到第三者在大庭广众之下对老公拉拉扯扯，走上前去反常而又猝不及防的抬手就是一巴掌，只要老娘1日不离，尔等终是小三。方磊被许岩这一巴掌给扇得直接懵了逼，他是怎么做到扇人耳光还这么丝滑转场的？他凭什么打我呀？他说的没错，谁说我们离婚了？方磊快要被这夫妻俩给玩疯了，这是要离婚撕破脸的状态吗？怎么感觉有些冒离神和藕断丝连？许岩净身出户什么都没有带，唯独带了沈浩明给他办的那张美容卡，要是能把里面的钱给退出来，应该还能有个10几万。可办卡容易退卡难，服务员这秒变脸的态度真是让许岩大开了眼界。不好意思啊，我好像没有收到这个退款信息，能不能麻烦帮我确认一下？退款是原路径返回的，我记得上回是倪先生陪你办的卡。哦，我想起来了。许岩的干如尬成功化解了服务员的变如脸，而他决定离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回到电视台辞职。既然决定离婚，那就必须切割干净。这份凭借沈家关系拿到的工作当然也不能留下。看着自己辛苦筹办的家宴项目被孙思维给霸占，许岩心里很不是滋味，但却感觉从未有过的轻松自在。处理完了工作上的事情，接下来就轮到了向公婆坦白一切。妍妍，我这么喜欢你，这么信任你，你怎么能骗我们那么久？对不起妈，我会承担一切后。许岩现在的确是在诚心道歉，愿意接受一切惩罚，甚至承担法律责任。沈浩明父母只是一味的在指责许岩的行为是欺诈，但从没想过沈浩明其实也骗了许岩。那他受到的委屈又有谁来买单？现在许岩已经完全不在意这些，只想赶紧处理完一切好，开始新的生活。而经过这些天的相处，从于兰的眼神里面能看出来，他对于这个儿媳妇不光十分满意，还十分不舍。许岩把所有的真相都告诉给了父母。沈浩明看着手机里许岩发来相约民政局离婚的信息，终于发现他是真的下定决心要跟自己离婚了。回忆着两人过往的点点滴滴，
沈浩明不光发现自己工作上的合作伙伴对许岩赞不绝口，就连最难相处的家人也在许岩离开后十分不习惯，尤其是刚刚接受许岩的儿子。不吃了，一点也不好吃，我想吃嫂子做的龙井虾仁儿。沈浩辰的话让于兰也唉声叹气了起来，他喜欢吃的鱼也是经过许岩烹饪的，现在的这些都是什么鬼？想到这里起身回了房间，只有沈浩明在那里假装吃得津津有味，看到他一副狼心狗肺的模样，沈劲松也什么都吃不下的离开了。当所有人走后，刚刚还吃得无比开心的沈浩明立刻就换上了一副失落的表情。送神容易请神难，真期待你追妻火葬场的名场面。自从许岩脱去豪门阔太的马甲，什么事情都得亲力亲为，可平凡的日子才让他更加觉得有人情味。而就在于一鸣前来探望许岩的时候，为了看一看许岩的沈浩明带着补充离婚协议登门嘴硬了起来。你怎么来了？离婚补充协议书，给你看一下。我知道了，签完字我会闪送给你。正好我今天没事，坐下来一条条对一下。全身嘴最硬的沈浩明为了能跟许岩说说话，也是费煞了苦心。而当他进去话还没说两句，就看到帮许岩换下水管的于一鸣走了出来。这醋缸子打翻了，真是一发不可收拾。这位是高中同学于一鸣，沈浩明。他就是你的老公。你好。你好。我知道你之前喜欢我，但是我在心里就是把你当成老乡和同学，没有别的意思啊。这次你真误会了。许岩原本以为于一鸣此次前来是怀揣着再次向他表白的意图，然而
里得知了许岩打算离婚的消息，心中五味杂陈。现在是他转正的关键，为了那个岗位，他努力了很久。他不会放弃这个机会，更不会放弃现在拥有的一切。脱离沈家的资源庇护后，许岩的求职之路荆棘丛生。曾经在新闻主播岗位上得心应手的他，如今想找一份相关主播工作都困难重重，简历投出去无数，回应却寥寥无几。就在许岩几乎要灰心丧气之时，朋友及时出现，带着他去见了一位老板。这位老板看在朋友的面子上，给了许岩一个当主播的机会。许岩满心欢喜，以为终于迎来了转机。然而当他得知这个主播工作是网络带货主播时，心里还是有些忐忑，毕竟这和他以往的新闻主播工作有着很大的差异。试播开始了，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618舒适家纺直播间。舒适家纺以全球闻名的实验品牌形象。许岩下意识地用起之前新闻主播的口吻来直播，他试图以专业的形象来吸引观众，可没过多久就被叫停了。原来网络带货主播需要的是更加活泼亲切的风格。为了帮助许岩尽快融入这个行业，老板决定亲自带他感受带货的节奏和氛围。老板在镜头前熟练地介绍产品，气氛十分热烈。许岩在一旁也试着模仿老板的样子开始带货。突破底价，突破底价，有了，来跟我说，来，忘掉播音腔，忘掉播音腔，打开新世界，打开新世界。哎，对，保持住个激情。可还没说几句话，他就开始咳嗽起来。老板见状，无奈之下只能让他先回去休息，等状态好了再继续。此时工作的压力如同一座无形的大山，压得许岩喘不过气来。他感到无比的孤独和迷茫，然而周围没有人能安慰他，他只能独自一人消化。其实同时沈浩明也来到了成安县，他此行的目的是查明工程款的事情。当他走进总经理室时，眼前的景象让他有些意外。这个房间十分狭小，他只能睡在后面的隔间里。再看工程资料，乱七八糟的堆积在一起，根本没有进行分类整理。负责人看到沈浩明来了，立刻满脸堆笑的奉承起来，还一个劲儿的拜托他尽快将上面的资金拨下来，好让工程能顺利推进。沈浩明却十分冷静，他明确表示会等到自己查清楚所有事情，处理好一切问题之后，再考虑资金拨付的事情。而那个表面上对沈浩明奉承有加的负责人，在离开之后却露出了另一副嘴脸。那万一他看出点甩你手吗？看出什么？你瞅那小子那样，工地上的门门道道他懂吗？我都不懂。他说自己故意安排这样简陋的住宿和办公条件，就是想尽快把沈浩明这个麻烦赶走。在这个看似平常的夜晚，许岩和沈浩明虽然身处不同的地方，却都在为了各自的事业而努力拼搏着。经过一晚上的刻苦学习，许岩信心满满的再次前来试播。他以为自己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可没想到还是出了问题。由于太过于着急想要表现出色，他的语速过快，促单的语气也过于强烈，这让观众们感觉很不舒服，很容易引起大规模退单的情况。老板只能根据脚本来改变话术，并让许岩先跟着其他有经验的主播一起学习。就这样，许岩开始了自己的吃播之路。在直播中，他不停地吃着各种各样的食物。然而许岩的吃播直播竟然被在家的姐姐刷到了。姐姐看着许岩在直播间里大口吃东西的样子，又心疼又生气。她通过于一鸣找到了许岩的家中。当她看到许岩因为吃多了而肚子痛难受的样子时，心里一阵酸楚。姐姐忍不住抱怨起沈浩明一家人，说他们竟然如此无情，一点都不念及许岩对他们家的照顾。可许岩却十分平静，他认为这件事情从一开始就是自己做错了，他当初不应该说谎和沈浩明结婚，现在走到这一步也是自己需要承担的后果。他还坚定地说，等到离婚冷静期结束之后，就会和沈浩明正式离婚。而且我觉得我现在过得很坦荡，不像之前那样随时害怕被揭穿，轻心胆战的过日子。我没离婚之前，你就是第三者。回到办公室后的许岩坐在办公桌前，一时有些茫然。就在这时，助理欢欢匆匆走来，脸上带着一丝焦虑。他告诉许岩，公司里最近传得沸沸扬扬，都在议论许岩正在闹离婚。这件事甚至已经传到了领导的耳朵里，领导对此颇为关注，甚至有意将晚间新闻主持人的位置交给孙思维。不仅如此，领导还打算削减许岩目前负责的一些项目，而赞助商那边也似乎听到了风声，准备有所动作。面对这一连串的变故，许岩却显得异常平静。他示意欢欢不必太过操心，先安心去工作。就在这时，孙思维不请自来，他迈着轻盈的步伐走进办公室，脸上挂着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他开始有意无意地嘲讽起许岩离婚的事情，言辞间充满了挑衅和得意。许岩听着孙思维的嘲讽，心中并无太多波澜。
他深知孙思维之所以如此针对自己，是因为他将太多的精力放在了别人的事情上，而忽略了自己的成长。然而最了解自己的人往往是自己的对手。接下来孙思维的话却让许岩不禁陷入了沉思。孙思维指出，许岩之所以能够请到那些商业大佬，顺利成为新闻主持人，很大程度上是凭借了沈家的关系。虽然大家都很佩服许岩的能力，但不可否认的是，沈家的人脉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今离婚的事情刚刚传出一丝风声，许岩在公司的地位就已经开始岌岌可危了。许岩，你好好想想吧，到底什么才是真正属于你自己的？也就在这个时候，许岩接到了主任的电话。他挂断电话后来到了主任的办公室，主任一脸严肃地告诉他，有人匿名举报他在家庭背景关系中作假。面对这样的指控，许岩并没有过多地辩解，他沉默了片刻，然后平静地提出了辞职。说完，他转身离开了主任的办公室。随后他来到了沈父沈母的面前，他将自己所有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二人，并表示自己会承担一切后果。为了公司的声誉和沈浩明的名誉，他决定在所有事情都解决之前，对外宣称自己先去创业了。说完，他向二人深深地鞠了一躬，表示歉意，然后转身离开了。另一边，沈浩明正在向黄总汇报新区的事情，黄总却显得并不太关心这些工作上的琐事，反而提起了沈浩明的私事。原来是沈浩明的妻子许岩离职了。沈浩明只能解释说，许岩是因为想要创业所以才离职的。黄总听后不禁感慨地说起自己本以为合作之后许岩会离开养老院，但没想到直到现在他还经常去看望自己的母亲。黄总由衷地认为沈浩明和许岩非常般配，许岩作为家人是真心对待沈浩明的。回到家中的沈浩明看着自己养了16年的龙舌兰枯萎了，心中不禁涌起一股莫名的惆怅。他想起了那个曾经的许岩，他们一起走过的点点滴滴，似乎不仅仅是商业的交易那么简单，里面更多的是彼此之间的感情和温暖。第二天，许岩独自在家中修理水管，他手忙脚乱地折腾着，却始终无法将水管修好。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了敲门声，他打开门一看，原来是于一鸣。于一鸣看到许岩狼狈的样子，他迅速卷起袖子，开始帮许岩修理水管。在修理的完成后，于一鸣告诉许岩，他是从许岩的助理欢欢那里得知了他最近发生的事情，所以特意赶来安慰他。看到许岩旁边放着方便面和饺子，知道他最近可能都没好好吃饭，于是他主动提出要和乔林一起来帮许岩做顿饭。然而许岩却误会了于一鸣的意思，以为他是想要和自己发生更进一步的关系。他刚想开口拒绝，却见于一鸣已经看穿了他的心思。我之前是喜欢你，也跟你表过白，但我把那当做18岁最单纯最美好的回忆，况且也过了这么久了，我已经放下。于一鸣微笑着对许岩说，自己知道许岩最近遇到了很多困难，但是无论遇到什么都会前来帮助你，希望许岩不要有心理负担。毕竟我跟你姐乔林其实挺好的。我们离婚吧。上回我们不是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吗？现在你想怎么样？我净身出户。谁也没能预料到许岩为了彻底斩断与沈浩明的纠葛，竟愿意放弃身边所有的一切。他渐渐明白，那些围绕在身边的奢华与资源本就不属于自己，不过是依附于沈家光环下的虚幻。于是他毅然决然地准备转身，离开这个看似光鲜却冰冷无比的家庭，去寻找属于自己的真正生活。沈浩明见状心急如焚，为了挽留许岩，他竟打算联系许岩的主任，试图用新闻主播这一职位作为筹码让许岩留下。然而许岩早已不是那个可以任人摆布的小白兔，他迅速拨通了方磊的电话，并打开了电话录音功能。电话那头，许岩故意提及沈浩明的种种，试图激怒方磊。果然，方磊在情绪的驱使下，说出了背后的真正目的。那我也不妨坦白告诉你，我回国就是为了跟浩明哥在一起。他结没结婚，我根本不在乎。上次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晨晨是浩明的儿子，我是晨晨的小姨。有了这段录音，许岩手中便握有了与沈浩明对抗的重要资本。带着这份底气，许岩坚定地准备离开这个冰冷的家。他与沈浩明约定之后一同前往民政局办理离婚手续。这一次他没有丝毫的犹豫，因为他深知只有和过去彻底告别，才能重新开始找到真正的自我。许岩原本想来找姐姐倾诉内心的苦闷，寻求一丝慰藉。然而当他到达时，却发现姐姐正被2个好朋友拉着出去玩了。就在他准备失望离开的时候，于一鸣出现了。他看出了许岩的落寞，于是主动和他聊起了乔林的近况，说乔林最近学习进步很大，还分享了乔林生活中的一些趣事。这些轻松的话题让许岩紧绷的神经得到了一丝放松。第二天，许岩又一次搬回了自己之前的家中，站在熟悉的房间里，他环顾四周，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感慨。这里虽然没有了沈家的奢华，但却充满了他自己的回忆和温度。
他意识到从这一刻起，他将正式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另一边，于一鸣接到了主任的电话，原来下周有一场手术，风险极大，而且家属对于一鸣存在一定的意见。主任希望一鸣能够确保手术的成功，否则可能会面临严重的后果。挂了电话后，于一鸣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他独自坐在家中，拿出气球，试图通过吹气球的方式来缓解内心的紧张和焦虑。然而吹了一晚上气球的他，压力却丝毫没有减轻。就在这时，门被轻轻敲响，原来是乔林。他一眼就看出了于一鸣因为手术的事情而感到压力重重，于是他毫不犹豫地拉起于一鸣的手，二人一起走出了家门。乔林带着于一鸣来到了街边的游乐设施旁，他们一起玩起了碰碰车，欢声笑语中，于一鸣的压力似乎得到了一丝释放。接着他们又一起去买了各种心仪的手办，最后乔林甚至骑上电动车，带着于一鸣一起去看凌晨4点钟的荆州。那一刻，城市的宁静与美丽让于一鸣感到前所未有的放松和愉悦，他的压力也在这一刻被乔林巧妙地缓解了。二人之间的关系也在这一次次的相处中渐渐变得亲近起来。然而另一边的许妍却陷入了新的困境，他和离婚律师沟通的场景被孙思维无意间得知，于是流言蜚语迅速在公司里传开，众人似乎都感觉到了许妍即将离婚的气息，各种猜测和议论不绝于耳。此时方磊利用父亲的电话，在一家餐厅约上了沈浩明。当沈浩明看到身穿红裙风情万种的方磊时，下意识地转身准备离开，直到方磊提及沈浩明的离婚事情，他才停下脚步。方磊开始滔滔不绝地说起许妍已经找了律师的事情，试图证明许妍根本就不爱沈浩明，只有自己才是真心爱着沈浩明的。就在这时，许妍恰好走进了餐厅，她一眼就看到了方磊和沈浩明挽着手站在一起的场景。我没离婚之前，你就是第三者。明天晚上是慈善会，只要你表现好好的，我保证新闻主播转正的机会你十拿九稳。谢谢沈总。直到许妍声音冷淡地说出谢谢沈总这句话，他的内心此刻早已对沈浩明彻底死心，二人如同陌生人一般背对背躺在同一张床上。就在这时，方磊发来消息，想要与沈浩明见面。沈浩明本打算置之不理，然而韩卫平的电话突然打来。怎么了？方磊让我告诉你，他今晚见不到你就自杀。在哪儿？在他家。知道了。他无奈之下只能选择前往赴约。许妍看着沈浩明起身准备出门，她犹豫片刻，还是轻声问起沈浩明自己在这个时候是否需要过问丈夫的事情。沈浩明停下脚步，只是冷冷地表示自己的事不希望许妍多问。那冷漠的态度如同一把利刃，再次刺痛了许妍的心。沈浩明来到方磊的家中，眼前的景象让他眉头一皱。方磊的家中乱成一团，方磊情绪激动，竟拿起一块玻璃放在手腕上，试图以死威胁沈浩明。他的眼神中充满了疯狂与绝望，然而沈浩明却无动于衷。他觉得方磊不应该将沈浩辰的事情告诉许妍，这是导致如今局面混乱的根源之一。果然，方磊虽然情绪激动，但终究还是下不去手。他看着沈浩明，眼中满是苦闷与不甘，嘴里嘟囔着沈浩明大半夜能够出来，说明许妍和他在一起就是为了钱。此刻的方磊心里被苦涩填满，周围也没有人能安慰他，他只能独自一人消化掉这些情绪。其实眼下这种情况，方磊可以想别的方式缓解失落，他可以把那些现实的失落吐露到社交平台，有共鸣的人就会给他安慰，像搜就可以遇到灵魂共鸣的人，在这里24小时都能收获温暖的陪伴。你发的瞬间在这里能得到温暖的回应，给他安慰和开导，缓解心底的失落。这样一来，方磊或许就没有那么难受了。想有人陪伴，我推荐搜。眼看情况逐渐平息，沈浩明不再理会方磊的哭闹，随后便转身离开了，留下方磊独自一人在空荡荡的家中。你怎么还在这呀？你赶紧给我滚呐！我收了沈总的佣金，直到你的事情彻底平息之后，我们的合作才结束。然而第二天，在荆州的医院里，于一鸣正面临着一场困局。这次手术难度过大，导致手术时间过长，家属情绪激动，认为于一鸣没有尽到责任。就在这时，前来送饭的乔林听到了这一切，他心中一紧，随后便在之后找到了家属。乔林鼓起勇气，表示自己是于医生的爱人，还说起于医生是个非常认真负责的医生。为了平息这场风波，他竟然拿出了钱，想要以此来安抚家属的情绪。果然没多久，主任便带着钱找到了于一鸣，告知他家属投诉于一鸣的爱人给家属塞钱这件事。于一鸣听后找到乔林后，乔林满脸愧疚，为了这件事情向于一鸣道歉，
并表示接下来不会再出现这种事情了。于一鸣看着乔林真诚的眼神，随后拉着乔林的手，二人一同前去买冰淇淋。在甜蜜的冰淇淋氛围中，于一鸣不仅原谅了乔林，还真心的谢谢他。因为这件事虽然闹到了主任那里，但经过主任的耐心解释，家属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也表示了理解，事情得以圆满解决，而二人之间的关系也在此刻越走越近。然而到了晚上，另一边的许岩参加了那场晚会。晚会上，许岩偶然遇见了方磊，即使是沈浩明在一旁各种阻止，许岩还是坚持让方磊坐在了二人的旁边。许岩看着方磊，眼神中没有了往日的敌意，反而多了一丝关心。他甚至还轻声让方磊以后照顾沈浩明。随着晚宴的开始，第一件拍卖品登场，那是一枚20克拉的皇家蓝大钻戒。这枚钻戒在灯光的照耀下，不仅是价值连城的珠宝，更是爱情的象征。然而起拍价50万的珠宝，在众人的竞价声中一路连拍。160万，第一次；160万，第二次。 300万。这看似浪漫的钻戒，却在这一刻象征着沈浩明试图用钱买下自己爱情的荒诞场景。不要499，不要299。谁能想到赵露思新剧最新一集里的许岩会从豪门阔太沦为带货主播？看到他疯狂啃食鸡爪的模样，除了心酸还有心疼。沈浩明其实早就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之所以能容忍视而不见，就是因为他曾经结过婚，并且还有个儿子，而这个儿子就是所谓的弟弟沈浩辰。如果我要找一个门当户对的真亲戚，可能他们不会容得下我年轻时候犯的错误，容不下我的儿子。难道你一开始接近我，不是别有用心吗？很多人不明白沈浩明为什么会选择草根出生的许岩当妻子，即便知道对方欺骗也百般容忍。有个儿子是客观条件，主观上他更希望能借助许岩电视台主持人公共身份来帮他营造正面形象，增强公信力。另外许岩也的确很有能力，很好掌控。就比如这次为了拿下远航基金的蒋云，许岩知道对方曾经也当过记者，于是便在晚会时故意迟到并身穿工作服，目的就是想要找对方套近乎。可在职场早已成妖的蒋云又怎么会看不出来他的别有用心？去我的休息室，我有几套备用衣服。这样可以吗？当然可以。太感谢了。蒋云虽然知道他想接近自己，但更想知道他为了接近自己能做到什么地步。这也许就是成功者占据绝对优势的心理。看到焕然一新的许岩，蒋云感叹这个沈浩明还真是好命。小沈总真的很好福气，娶到你这么漂亮的妻子，工作能力又强，晚上还能陪着丈夫应酬，真的是贤内助。蒋云若有所指的贤内助暗示，让许岩心里有些苦闷，因为他不光想成为贤内助，更想自己成为豪门。可心里的苦闷周围却没有人能安慰，他只能独自一人消化掉这些情绪。其实眼下这种情况，许岩可以想别的方式缓解失落，他可以把那些现实的失落吐露到社交平台，像搜里的人愿意花时间倾听你的心事，你可以毫无顾忌地表达情绪，这里的人会给你支持和鼓励。瞬间广场上有很多跟你感受相通的灵魂，有了陪伴或许就没有那么难受了。想治愈坏情绪，我推荐搜。船是自己，灯塔是自己，岸也是自己。听到他说出了自己曾经说过的话，蒋云知道他对自己已经做了充分的背调。穿着工作服现身，也是为了模仿我之前当记者时候的穿着，以博得我的好感。现在应该已经很少会有人穿着那样的马甲去采访了。您说的对，的确是这样。而之后拿出精心准备的影集，才是成功打动他的关键。看着自己曾经当记者的珍贵照片，蒋云感叹时光飞逝的同时，内心也被深深的触动。他告诉许岩，自己早就知道他接近自己的目的，但不可否认的是他成功了。如果说刚才的一切都是有套路的话，我想这份礼物绝对真诚。谢谢你，我很喜欢。妻子在里面为了帮丈夫费心劳力，而丈夫却在外面端着酒杯望着前妻的妹妹出神。看到他为了帮自己去跟那群豪门富少花花公子陪酒，沈浩明心里还是有些难受。可许岩不也是为了你在里面应酬吗？没见你有丝毫的过意不去，反而把一切都当作理所应当。等到许岩跟着蒋云一起出来，并且悄悄地比了一个 OK 的手势后，沈浩明知道他已经拿下了对方，随后就上前去趁热打铁的说要让许岩给他做一个专访。听到这话的两人明显都是一愣，蒋云没想到这个沈浩明如此急功近利，而许岩心里也有些不舒服，这摆明了利用，还没提前跟自己说，把他当什么？而就在这时，沈浩明看到方磊捂着嘴巴不舒服的离开，扔下许岩就悄悄跟了过去。看到对方正趴着吐，沈浩明赶紧贴心送上纸巾，一脸心疼的模样。真期待今晚你跟许岩的离婚大戏。喝杯热牛奶，暖暖胃。谢谢浩明哥。司新剧最新一集，隐藏最深的陈伟霆终于不装了。你为什么要骗我呢？说到骗这个字，你根本没有资格，没有立场来质问我。
原来他早就知道许岩的身份是伪造的，之所以一副深情人设，不过是想利用许岩的公众形象来帮他跟父亲夺权。赞成沈浩明加入董事会的请举手。董事长，您还有一票。许岩一再拒绝诈骗犯周泽远的融资请求，让他穷途末路，越发疯狂，擅自将许岩的真父母请到荆州，想要给对方一个下马威。而父亲在知道许岩骗婚后也是十分生气，不光说要去跟沈家认错，还要跟他断绝父女关系。我从一开始就没有奢望过你们能够理解我。我遇见沈浩明这样的人，我就是会不顾一切手段跟他在一起。许岩大胆激进且开放的话语让老一辈的父母无法接受，这可怕的女儿还是他们老乔家养出来的吗？而许岩也告诉他，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应该姓乔。我叫许岩。这话把乔父给气得当场就说跟他断绝父女关系，然后便扬长而去。许岩跑来找到周泽远，将卖车的钱拿给了他，可显然这点钱根本无法满足他的胃口。可许岩却表示自己只能拿出这么多，如果他想无休止的敲诈自己，那大不了就鱼死网破。那就试试，看谁豁得出去。许岩的话彻底的激怒了周泽远，在他转身的瞬间便抓住了他的头发。如果真坐牢，有你陪着也挺好。为了快点更新视频，没时间做饭了。还好我发现一个便宜的平台，汉堡炸鸡9块9就能买全套。最近我都是靠闲鱼的省钱神券，真的特别省。吃喝玩乐我先推荐闲鱼，闲鱼真的太神奇了。一下1000万，要不再来一下？原本许岩已经做好了被他揭发一切的准备，可就在这时，周泽远的电话却响了起来。看到是沈浩明打来的，他赶紧得意的在许岩面前接听了起来。沈浩明让自己的秘书告诉他投资计划已经通过，这让周泽远欣喜若狂，但他却不知道这一切不过是沈浩明给他设下的圈套。他会找一个职业代理人，合约的事情代理人到时候会跟你联系。不过沈总可向你保证，这笔钱3个月内会分次打给你。明白。而奇怪的是，在这次联系过后，周泽远便再也没有出现在许岩的面前，并且两人自从4个月前发布最后一条消息后，也便没有了下文。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也许是被抓了，也有可能已经不在了。他就这样消失得无声无息，干净利落。在之后两人吃晚饭的某一天，许岩无意间看到了周泽远因为财务造假、非法集资以及聚众赌博被抓了，而听到消息的沈浩明似乎并没有觉得意外。许岩看着他似笑非笑的表情，若有所思。就在这时，沈浩明问了一个让他十分害怕的问题：是不是把车卖了？许岩没想到自己的行踪对方了如指掌，那么他的过去会不会沈浩明也早就知道？想到这里的许岩寝食难安，最终在深夜里还是决定来找他想要坦白，但由于不知道该怎么开口，便委婉的用自己朋友来代替。可当他问到自己这个朋友应该怎么办时，却被沈浩明直截了当的说一定建议他这个朋友继续瞒下去，就应该一直隐瞒下去。可是我觉得没有可是，你跟你朋友说，有时候一旦坦白了，婚姻就像长了一根刺一样，婚姻其实不应该从原则出发的，其实最后夫妻间有个好结果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两人看破不说破的交流暂时将这一页给接了过去，而沈浩明此时也暴露出了为什么明知许岩身份也要跟他结婚的目的。远航基金蒋亮、蒋云，我邀请了他们来到金达的酒会，你要帮我提前做功课，给蒋云留下一个好印象。接下来就看你的了。谢谢黄总。镜头语言真的太绝了，谎言一旦开始就需要无数个来源，就像两面镜中反射出的许岩一样。此刻的他已经被谎言给折磨得体无完肤。许岩伪造高知背景固然不对，可周泽远的趁人之危才更加卑鄙无耻。要说现在唯一能拯救许岩的除了他自己，那就还剩下他扮猪吃老虎的好命老公沈浩明。那认识很久了，但是这么多年大家都在各自的领域发展，也没有什么见面的机会。的确没有什么见面的机会，但一直保持着联系。而且我和许岩的家人特别熟，我经常跟叔叔阿姨聊天，越洋电话。周泽远强行闯入两人的约会，不光让许岩十分反感，更加让沈浩明很是生气。他心里一直很清楚许岩的真实身份，当然知道此刻的他正在被这个男人无耻的威胁。可为了不戳破这一层窗户纸，或者说还没有达到他想利用许岩的目的，现在还不是摊牌的时候，于是他只能配合着把这场戏给演完。我们公司投资很多行业，只要是好项目都可以聊。太好了。周泽远一直在说着投资医疗领域的事情，许岩则一直找借口不断帮沈浩明拒绝，实在不知道说什么之后，他便只能借口上洗手间。而当他离开的瞬间，沈浩明终于不装了。我把武功的项目简单给你介绍一下，吃完再聊。好。沈浩明的突然变脸让周泽远只能到洗手间门口堵许岩。他不明白许岩为什么要一直挡着他的路，这点钱对于沈家来说根本就不会伤筋动骨，就当是消财免灾也好，亦或者施舍穷人也罢，对于他许岩又能有多大的损失？可许岩的想法根本不是他这种人能明白的。
为此，周泽远开始变本加厉地威胁起了他。你老公会不会突然心血来潮，给他远在国外的岳父打电话呢？无论你说什么，我都不会让沈浩明牵扯进你的骗局里，大不了我们鱼死网破。我会承担我的后果，你也别想逃。周泽远看着许岩决绝的表情，只能做出让步。他表示自己可以不逼他去找沈浩明要投资，但这笔钱就必须由他私人来出，还说只给他1晚上的时间考虑，否则就去网上曝光他的一切。友情提示一下，一个被债务缠身的人。周泽远的一丝丝妥协，也给了许岩半分喘息的机会。既然他想要钱，自己又不用去伤害丈夫，那现在他唯一能拿得出手的就只有沈浩明送给他的这辆车。而此刻的沈浩明已经拿着周泽远的名片，让人开始调查他的背景。全剧隐藏最深的人终于要开始出手了。我不可能会帮你的，你的事情自己去解决。爷爷，这么晚在跟谁打电话？工作电话。许岩不知道刚刚的话有没有被沈浩明给听到，看到他下楼往自己这边走来，而此刻的手机还在不断的弹出消息。许岩只能把手机给藏到身后，在借口工作上的事情自然的环抱着对方，将手机给迅速的关机。而在那边得不到回应的周泽远气急败坏的做出了更加疯狂的事情。还是那句话，你想做什么就去做，做错了不要紧，大不了我们再做一次。周泽远来到车库围堵许岩，此刻的他已经被逼入了绝境，根本顾不上装什么绅士风度的开始大声咆哮。资金链已经完全断了，工资发不出来，投资人也在查我的财务，公司马上就要暴雷了，我现在走投无路了。我告诉你，我要是死的话，一定会拉着你的，你听见了吗？周泽远不依不饶的不想就这么放过许岩，幸好此刻跟他约好的乔林及时出现，他一把推开对方，并且说周围全是摄像头，这才让周泽远不甘心的迅速离开。虽然暂时躲过一劫，但许岩知道周泽远一定不会这么轻易的放过他。果然没过多久，他就收到了父亲打来的电话，两人已经来到荆州。等许岩抵达酒店房间，赫然发现周泽远也在现场，他居然请来了许岩的父母。小燕来了。许岩看着他那令人生厌见兮兮的笑脸，再看了看父亲脸上严肃的神情，就知道他一定说了什么。没能想到赵露思新剧里的女骗子嫁入豪门才几个月，就让曾经无比精明的婆婆心甘情愿交出了家里的生杀大权，用吓人的话来说就是你现在啊更像这个家的女主人。此刻的许岩才认识到，原来她早已在不知不觉中习惯了被这一家人需要，大到买房买车，小到吃喝拉撒，婆婆已经当起了甩手掌柜，可女骗子还乐此不疲。事情交给你妈最放心。许岩隐瞒身份是不对，可豪门既要又要能怪谁？长得漂亮，重视细节，还百依百顺，提供情绪价值，娶到这样的媳妇，即便是陈伟霆也乐此不疲，奖励了一辆保时捷。可怀璧其罪，往往总会被有心之人利用威胁。提包公司的骗子被戳穿了身份，一点也不害怕，只因他掌握了眼前女人最大的秘密。我的公司需要融资，而你嫁入了豪门，帮我一把，对你来说只不过是举手之劳。你的那对假父母的确挺像高知精英的，不过我也理解，没有这些光鲜亮丽的加持，我们走的每一步都会非常难。面对周泽远巧妙地说成我们是一类人，许岩根本不吃他这一套。自己虽然说了谎话，可对所有人都没有坏心思，不贪图沈家一分钱，没想过构陷任何人，但人性害怕失去的弱点，不得不说被他给精准拿捏了。许岩此刻已经想不出任何办法来应对此事，那更要往后出。该怎么办？是选择妥协给点好处让他闭嘴，还是自己先发制人，主动跟沈浩明承认一切？许岩自此回家后脑子里无时无刻不在权衡利弊，可周泽远似乎不愿给他占据主动的机会，居然借由富泰圈打入内部，开始登堂入室。你怎么才来啊？等了你半天了。哎呀，我出门就是慢。兰姐，给你介绍个新朋友，周泽远，周先生，他是科技界的新星。兰姐您好。你好。经常听马总提起到您，您叫我 Randy 就行。Randy， 这位是兰姐的儿媳妇许岩。许小姐，你好。周泽远装作不认识的试探逼宫，许岩根本来不及思考，只能被对方给牵着鼻子走。看到他衣冠楚楚的在那边装模作样，许岩浑身都感觉不自在，借口起身去加一些水，想要离开，可周泽远却紧跟其后追了上来。许小姐，请问卫生间怎么走啊？让你老公投资的事儿，我是跟你聊呢，还是跟你婆婆聊？你的商业计划书和你的财务报表，无论是我婆婆还是我先生看，都会发现漏洞。他会不会注资，得看你这个枕边风是怎么吹的。周泽远表示自己并不是要巨额的投资，只需要很小的一笔，他想要的并不是单纯的金钱。在投资圈能拿到多少投资，跟从谁手里拿到投资
完全是两个概念的事情。简单来说，他就是想借沈家这个大树招来更多的森林。你想用他的名声为你圈更多的钱，对吗？许言直白的话让周泽远露出了一脸的贱笑。这个女人远比想象的要聪明。我突然发现，聪明的女人看起来真性感。你真恶心。再明确一点告诉你，不可以。许言一巧眼，这么叫你才显得咱们俩更亲热。许言没想到他连自己姓甚名谁都调查得一清二楚，终于有些沉不住气的说他这是在敲诈勒索。周泽远笑了笑，表示大家彼此。面对这种无赖，许言也失去了风度，直接一壶水便泼了上去。干洗费会算到投资款里的。眼见许言失去了往日的冷静，周泽远选择乘胜追击，想要一举拿下投资，于是再次擅自做主，闯进了他跟沈浩明的约会之中。可也正是因为对方的不知轻重，让许言找到了对付他的契机。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周泽远，是许言的好朋友。你也来这里吃饭？许言没跟您说吗？是他约我过来的。我事情太多了，忘记跟你说了。没事。新剧里的许言究竟能有多聪明？曾经的同事冒充科技新贵上门求投资，看着对方偌大的公司以及名贵低调的衣着，差点就让骗界鼻祖的他着了道。我知道你嫁给了金大集团的沈浩明，这次突然来找你，就是希望通过你认识你老公。如果有机会和金达集团达成合作，对我公司的发展将会有莫大的帮助。本来作为曾经的朋友，许言十分乐意帮助对方，要是能合作共赢，何乐而不为？不过本着负责的态度，让他将近几年的财务报表给拿出来看看。可恰逢此时，投资代表到来，打断了两人的谈话。我可约了你好几次了，太难约了。这批设备你只能留给我。许言看到来投资送钱的人络绎不绝，还在为能单独帮老公拉来合作项目而感到开心。但没想到再去洗手间时，却听到了这群员工不过是临时请来演戏的谈话。现在接的活特别轻松，往这一坐，啥也不干，一天500的，比你在剧组轻松多了。就是一家皮包公司。许言没想到居然有人敢班门弄斧，当即来到公司大厅，让员工给自己演示一遍机器流程。可对方却连开关在哪都搞不清楚。这好像在维护，我去找那个工商号的王工来。转过头来看着眼前假装忙碌的各类形形色色，许言笑而不语。而旁边卖力打着业务电话却连电话线都没接通的女演员，更是让他差点笑出了声。敬业是挺敬业的，不过可惜遇到了自己。进一步来到办公桌前，看着桌上文件栏里摆满的文件盒几乎全都是空壳，许言已经心中有数，想着该怎么来对付这个骗子。许言，抱歉啊，久等了。王总回去了，咱们到办公室继续聊。看到对方还想继续骗自己，许言看了看表，找了个借口，说着后面聊，便迅速离开了这里。男人看着眼前被翻动过的文件盒，看来已经被发现了。但奇怪的是，他似乎并没有觉得意外。而接下来带着姐姐跟丈夫沈浩明单独吃饭这件事，才是真正的挑战。许言深知自己这个姐姐除了话多还是社牛，要是在吃饭时一不小心说漏了嘴，那他苦心经营的名媛人设都将付诸东流。可现实就是你越怕什么就会来什么。我们爷爷从小学习就好，读书特别用功，让他学习也好。那以前在学校里面那是学霸，也是校花来着，你都不知道有多少男人喜欢他。乔林不停的嘚吧嘚，让许言紧张的差点将地板都给扣穿。而沈浩明也从话中听出了不对劲。读书的时候你们是在一起的吗？我记得爷爷跟我说过你老家在山西晋城。空气瞬间凝固，乔林也知道自己说漏了嘴，尴尬的边笑边想着如何圆谎。想了半天，他只能说当时因为自己学习成绩不好，留级到了许言的学校，一起读了2年。而许言为了不让乔林再继续说话，便假借一会两人约好要去逛街，让大家快点吃。而乔林之所以对着沈浩明不停地说着许言有多爱他，不过是想为妹妹在以后谎言被揭穿的那一刻能有一条退路。许言知道他的好意，于是即便他是个大嘴巴，也还是让他以后可以经常来找他一起吃饭。哎呦，不怕我现在话多搂不住就给你惹麻烦了？我很爱他，他能感受得到。你也太自信了吧，这男人很粗心啊，你以为他什么都懂，实际上万一人家什么都没感受到怎么办？许言其实除了隐瞒了父母背景的谎言，所有的东西都是真的。他对父母的偏心，与其说是生气，还不如说是想要。他想要被人关心，想要被人照顾。对于家人，他从来没有恨意，只是有着一口怨气不能平复的生疏。感受到姐姐对他的关爱，他也十分的享受这一刻的温暖。许言在陪沈浩辰训练骑马时，对方意外从马上跌落，把腿给摔伤了。从手机里的画面可以清楚的看到，他就是故意弄伤自己的。许言猜测他的目的是为了引起家人的关注，并且不想去国外。许言劝说的话被躺在病床上装睡的沈浩辰给听到了，两人的关系也因此而得到了缓和。看着沈浩辰画画时所展现出来的阴暗一面，许言诚心的让公公婆婆一定要腾出1天的时间来陪一陪他。看着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模样，
沈浩明知道这一切都是许岩的努力，为了感谢他，还特地选了一辆保时捷来当做礼物送给他。许岩原本以为一家人能就这么开心的生活下去，但没想到之前他送给周泽远的体面，对方是一点都没要，还死皮赖脸的纠缠着他要投资。你这儿所有的员工都是临时演员，你没有做任何的实体业务。被你看穿，我一点也不惊讶。毕竟请临时演员的套路，你比我熟悉。你太过分了吧！我没有想到你无理取闹成现在这个样子。你们有谁不知道我跟他关系不好？你一直看不上我，跟我抢嘉宾、抢排播、抢化妆师，我都可以忍了。这什么意思？你想做什么？你太离谱了！伪造身份嫁入豪门的许岩，万万没有想到自己遭到了女同事的嫉妒，竟然处心积虑的想曝光他，开了一个电视节目让他名誉扫地。之所以会有泄露的风险，都要从一则新闻说起。当时他们意外看到有一期女子竟然隐瞒真实家庭背景，先后跟3个男人办了婚礼，从中收取了巨额彩礼和产房，而且女方及参加婚礼的100多名宾客全部都是临时演员，还好行迹败露，被警方抓了起来。然而女同事却在一张新闻照片中竟然离奇的看到了许岩的父亲，怀疑的种子瞬间在她的心中滋长。她明明记得许岩在刚刚入职的时候就说家里只有一个在乡下的姥姥，也不知道从哪里来了一个高知父亲。对于这件事情她一直有所怀疑，于是马上找到了参加过婚礼的经理，将现场照片悄悄地发给了自己。随后顺藤摸瓜，既然真的让他找到了那个神似许岩父亲的男人，开始游说对方参加自己的1档节目。只不过他还是按捺不住自己小人得志的心态，既然得意洋洋地开始预告，说自己接下来的节目一定会让许岩终身难忘。随后顺势找到了经理，找借口说自己的助理主持临时有事儿，叫许岩帮忙代班。所有的布局已经完成，大戏即将登场。他以一则曝光网络的骗婚新闻作为开头，请到了作为灵眼的演员讲述案发经过。见到这一幕，女人只好强装镇定，她倒是要看看这个女同事葫芦里到底卖着什么药。却没有想到对方真的拿她婚礼的照片开始现场对比，说许岩就是靠着这一招才嫁入到了豪门。如此的来势汹汹，女人只好率先开口，说这个女同事就是对她心怀嫉妒，和她抢嘉宾、抢排播、抢化妆师，她都可以忍了，现在竟然开始在这含血喷人。她有证据证明两人根本就不是同一个人，因为眼前这个男士他的脖子上有一块胎记，而他的亲生父亲压根并没有。这些给到的资料都要尽快的。不好意思，你这是？哦，胎记打小就有，从明天开始必须遮起来。啊，没问题。我父亲没有胎记，这回相信了吗？串通好了是吧？在这给我做局呢！直接一杯水扔了过去。他没想到女同事人品竟然如此的低劣，简直在这丢人现眼。然而他之所以会有如此布局，还是要怪女同事按捺不住心中的欢喜，莫名其妙给和他来了一个节目预告，这才让他瞬间提高了警惕。随后他马上找到了那个假父亲，和对方提前通好气。当然了，这次节目也只是一次录播，并没有搬上大荧幕。不服气的女同事准备和徐岩打嘴仗，叫他不要嚣张，自己一定能够找到他的把柄。然而不料也是此时，电梯突然响起，她的豪门老公突然出现。也是在这一刻，许岩瞬间戏精上升，开始用恶毒语言激怒他。就算我是骗子，我也有能力让你变成像我讨饭吃的狗。成功暴走的女同事直接当场甩了他一巴掌，这一幕刚好被她的富豪老公看在了眼里。这还得了，对方竟然当着他的面开始欺负他的老婆，马上从口袋里拿出了自己的电话。陈林，通知法务部放下所有手头工作，在3楼会议室集合。我爱人遭遇职场霸凌，让他们马上出方案，追究他的责任。他叫孙思维。豪门阔少出手，他相信这个女同事在电视台已经蹦跶不了多久。许岩也顺势接替了对方的位置，成了一名黄金时段的新闻主播。我叫许岩，我来探望您，带了桂花蛋糕。你是小偷，我不是小偷，你要来偷我的东西。奶奶，我不是，你想偷我的东西？于奶奶，我的素丸子，我来给你送素丸子。于奶奶，你个素丸子，我来送素丸子。好不容易靠着自己精心编织的谎言嫁入豪门的许岩，做梦都没有想到，都成了豪门媳妇的她，现在还要来养老院照顾老人。对方一时糊涂一时清醒，压根认不清他到底是谁。但是即使是这样，他还是很有耐心，陪老人家一块拍视频，陪他一块清晨运动，甚至还要帮老人家洗头搞卫生。只不过做这些也算是一种补偿，他自己有一个相依为命的姥姥留在了乡下。但是即使现在他结婚了，也不敢叫对方来大城市住，生怕自己贫穷女孩的身份曝光，被赶出豪门。你瘦了啊？是不是太累了啊？没有，都是妈不好，是妈连累你了，闺女。老人家此时默默地从眼角掉下了眼泪，即使在疗养院的条件再好，他也很久没有感受到如此温暖的亲情了。
然而两人融洽相处的这一幕也被城中富豪黄总默默地看在了眼里。他从秘书的口中得知，许小姐已经来这里照顾他岳母1个多礼拜了。即使有诸多繁琐的事儿，这个许太太都没有抱怨过。人心都是肉长的黄总怎么可能看不出自己的岳母很喜欢眼前的这个女孩？马上找到了许岩的老公，说他找了一个好老婆，事业美满，尤其是娶了一个贤内助，一直暗中帮你。帮我？黄总这是什么意思啊？不太明白。不是你让你爱人去照顾我岳母的吗？这段时间你爱人许岩经常去照顾我岳母，我岳母的病情也得到了缓解，状态也比之前好了许多。难道你不知道？这些话从竞争对手的口里说出来，让男人很是震撼，马上就体会到了老婆这么做的良苦用心，顺势就和眼前的黄总谈起了合作项目。世丰的竞争对手明远集团，现在这个时候正是处于二虎相争的时刻。如果现在首科加入了世丰的阵营，完全可以说是强强联手，明远势必败北。首科手握着地皮，也可以借助着世丰来升级整个公司的架构，将来公司必定可以崭露头角，拿到进入核心圈的入场券。打完球一起吃个饭，到时候详聊。